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建成。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星期三，有收到一台音乐播放器，这一台的造型是蛮特别的，我一看到它我就蛮喜欢的。然后它是 DVD 的，可以接电视。那初步看外观就是天线坏掉，那这个比较好处理。广播电台是正常的，录音带也是正常的，问题出在 DVD， 先放给各位看一下。它在转动就会有声音，所以我要来检查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的广播电台调整是数位的，所以还蛮不错的。不晓得为什么在家里使用的时候就会有干扰，因为我在工厂那边测试的时候，那个声音是蛮好听的。那这个先不管它，我们就是先拆机，看一下光碟不能用是什么原因。那接下来我进行拆机。那天线坏掉，我们就先把它拆掉，然后再去看其他的机器有没有好的，再把它拆起来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整台拆掉。那这种播放器我是完全没有修理的概念，反正就是先把它拆起来，然后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坏掉。那如果有东西坏掉，我们就是换零件。然后拆起来，目前看起来，先把电源线移除，然后光碟机的部分，因为现在知道的是光碟机有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先把这边拆起来。那要拆光碟机，可能要把这个控制面板这边拆起来。光碟机是连接到这一条线的，那这一条先把它拔掉，然后还有一条电源线，这一条拔掉。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反正这样子能够拆到光碟机就好。这样子就将光碟机拆下来了。那目前转起来马达有一点怪怪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马达的问题。那我们先把这一颗马达拆下来。但是我拆下来以后，这一颗马达现在转起来的感觉还算正常，所以应该是这边卡到吗？有可能是这边刚才可能螺丝松动还是怎么样卡到了。那我稍微把它弄得高一点点看看。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它锁回去，稍微把它锁紧一点点。然后转看看。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看马达是不是正常的。这边有卡到，那直接测试。跑起来声音怪怪的，不应该是这么大声。那雷射头马达这边是正常的，那这一颗马达目前跑起来感觉没有那么顺，所以我可能就是去找一颗马达来换。怎么装上去以后它的声音就没有了？那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子感觉上还是怪怪的，所以我明天去拆不要的一些马达，然后我们再来换马达。马达换上去应该会比较安心一点吧。我先找看看有没有马达可以换啦。那我这边去找了一些零件回来，但是没有一个零件是适合的。那目前看起来这一个应该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它可以增加一点点高度，所以还是只能先弄弄看。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先换这一个看看，它这个可能就是长期放光碟的时候压来压去，
所以导致它最后的规格会有一点点变形。所以我们只要压 CD 下去，它这边就会卡住，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现在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增加一点点高度，应该就可以了。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这一个高度稍微高了一点，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这一个是可以啦，但是它的规格不是。这个好像可以。那这个稍微高了一点。那这个比较新，所以我们用这个看看，这个可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的高度变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弄。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好，那这样子高度高了一点点，应该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应该就不会卡住了。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OK， 那目前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好，那这样子目前听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杂音了，所以理论上这样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的。那我们直接就是再把它装回去。那这边因为安装的过程比较复杂，所以我先把它装回去以后再继续录影。那我们这边就是确定所有的排线都跟我们施工前拍的照片一样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像这种比较多插槽的线，那就是你在拆之前一定要先拍照。那我们这边没有问题以后，就是直接再把它全部装回去，这样就可以了。那我先把它装回去。那我们这样子就把它组装回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测试了。先来测试一下 DVD， 不过等一下如果有音乐我要快转，要不然会被警告。可以了。快转。那我们的 DVD 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接下来放一下其他的相关的播放器，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先来放录音带，这个也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因为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可以。那录音带也没有问题了。不过这一台它是比较旧的机种啊，它没有办法自动换边。这个是一个蛮大的缺点。那它这边还可以读记忆卡，所以我们用一下记忆卡看看，好像可以哦。记忆卡这边一样是把它切到 DVD 这个选项，然后你记忆卡插进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快转一样是用 DVD 的界面。那这样子都没有问题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USB 的，那 USB 的我们一样来测试一下。一样，它会自动切换。可以，所以机体跟 USB 只要插进去，然后切换到 DVD 的频道，它就可以自动播放了。快转跟暂停都是用 DVD 的这个界面，所以这一台看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它有 DVD 的播放器，我找一下看有没有 DVD 的影片可以来进行测试。那后续我也有测试过几种的播放方式，那目前只能够正常播放一般的 DVD。那这样子你应该听得懂。那这边还有写 MP4，
所以它应该也是可以读 MP4 的档案。这一台目前整理到最后只剩下天线，那我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天线，那这个我后续还会继续去找，那如果有找到就是把它换上去就可以了。虽然这一种机器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几乎是淘汰了啦，不过我还是会尝试把它卖卖看，那到时候等全部都整理完成以后，我就会把它发布在我的卖场里面。那如果你对这一台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跟我联络。那我这一篇全方位学习机的手提式音箱，型号是 CRV709A 的马达转盘简易维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